你见过你亲妈吗？她得了艾滋要找我借钱哎！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对我动手？长得这么丑，我怀疑你也不是亲生的。你说你是谁奶奶？你养过我一天吗？就想跟我摆长辈的谱？被当作哑巴的叶空一开口便暴击所有人，真豪门千金被传是个疯批，他儿时在孤儿院的经历也成了谜。温大少爷突然从轮椅上站起来说：“以后请多指教，我的未婚妻。”你就是叶空，和你爸长得挺像，长手长脚的，这个是你吗？叶空扭头看过去，一声妈妈正要出口，却突然被一声悲凄的喊叫打断。妈妈！旁边的女孩突然扑进了女人的怀里。猪猪这是怎么了？突然哭什么？又没人跟你抢你吗？是吧，叶空？叶空把声音咽回喉咙，一时之间，叶空竟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弄错了。1个礼拜前，叶家找到他去做亲子鉴定，之后他便被通知自己是叶家被调了包的三小姐。可眼前这场景，怎么看都觉得我更像蒋小姐吧？你怎么不说话？是太累了吗？老人皱起眉来，不满地说道：“那就先上楼休息吧，你的房间早就准备好了。等到晚上宴会开始了，还要慢慢认人，可辛苦呢。”叶空于是又这样被带走了。走之前，叶奶奶还轻轻警告了一句：“你刚回来，这边的很多规矩都不懂，之后还得跟你妹妹好好学学。叶宝珠，你的妹妹，在你回来之前，一直都是她在代替你孝顺长辈的，你要记得好好谢谢她。”叶空垂着眼，没再去看任何人，便随管家离开了。据说这是叶家采光最好、面积最大的房间，还是由叶夫人亲手布置的。这满是刺眼的阳光，我猜这应该是没人愿意住的房间吧。叶空刚躺下，一阵敲门声里传来：“是我，姐姐，妈妈让我给你送水果。”刚刚还一副要被我抢走妈妈的悲戚样子，怎么转头就能脆生生叫姐姐了？叶空怀着疑惑去开了门，正对上一张灿烂的笑脸。叶宝珠走进来，脸上的笑便立刻消失了。怎么样，从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吧？叶空点了点头。哼，可也只有这些了。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家里，什么东西都是我的。爷爷奶奶是我的，爸爸妈妈是我的，哥哥姐姐也是我的。我拥有了20年的东西，你休想仅凭着一点血缘就抢走。哼，叶空是吧？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被带回来吗？因为和温家的联姻必须要用到你，因为我宁死也不愿意嫁给一个瘸子，而他们心疼我，不愿勉强我，才把你带回来的。所以你懂了吗？你能回到叶家，能一夜之间从落魄孤儿变成豪门千金，我才是你最大的恩人。但你放心，我不需要你感谢我，因为今天你是怎么大摇大摆走进叶家的，我迟早就会让你怎么屁滚尿流的滚出去。叶家的所有东西，哪怕是一粒灰尘，你都休想拥有。叶空站得笔直，他微微张开嘴唇，正想说话时，脑海里突然划过了院长爷爷的耳提面命：叶空，你记住了，如果你是真心想要去得到正常人的家庭与亲情的话，到了叶家最重要的事就是一定要少说话。答应我，如果不想在第一天就被人扫地出门，你绝对要少说话，最好是一个字都不要说，哪怕被当作是哑巴或者自闭儿也没关系。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不相信？不信就不信吧，很快你就会知道什么叫阶级之差，什么叫尊卑有别，什么叫乌鸦飞上枝头也变不了凤凰。今晚的宴会，我等着看你怎么大出风头。哼！房门被砰的甩上，叶空拿出纸笔，迅速勾勒出2个面目丑恶、姿态滑稽的巫婆。画完后，他用小号传上网，不到3秒，微博后台的消息滴滴滴响个不停，点赞、评论、私信都在迅速飙升。大大，您终于出现了！求求陈星的3周年生贺图啊！11大，我舔！妈呀，这小象画的好牛！寥寥几笔恶意和丑恶感溢出来了。美术生前来膜拜，11大能不能把手借给我烤制？呜呜呜！好久没见大画反派角色了，老巫婆和小巫婆，11大看起来很讨厌他们的样子。热度让叶11这个名字短暂的挂上了热搜榜，但很快又下来了。而这时候，叶空正准备参加晚宴，前方叶宝珠和叶夫人开门走出来，叶宝珠红着眼眶，叶夫人正在耐心地安抚着她。唉。叶夫人对叶空叹了口气，宴会开始了，今天是你奶奶的大寿，客人会很多，你待会儿就跟在我后面。叶空没有说话，叶宝珠主动挽住叶空的手，姐姐，待会儿我来给你介绍客人，你不要嫌弃我。楼下客人很多，叶宝珠当真细心介绍起来。这是我养在外面的姐姐，亲姐姐，她之前一直身体不好，最近才被接了回来。听到这句话，叶空立即就懂了。叶家并不想让孩子被调包的真相曝光，也就是说，我只是个被寄养在外不为人知的姐姐，而叶宝珠还是那个金尊玉贵的叶家妖女。
正想说话时，脑海里院长爷爷皱巴巴的脸又浮现了。别说话，至少在确定自己能留在叶家之前，能不开口就不开口。正在神游间，叶宝珠突然喊道：“快看，是温奶奶来了！”下一句，他却在夜空耳边悄悄说：“你瞧瞧，那个坐轮椅的，就是你将来要嫁的人，一个残废。不过即便如此，也是你赚大发了。毕竟如果不是他残了，那可是整个豫州身价最高的男人。”夜空抬眼，那是男人长着一张优美的轮廓与夺目的五官，但真正让夜空愣住的，却是一股莫名的熟悉感。小空快来，叫温奶奶。还有这是温灿，你可以叫哥哥。这就是你家那个在外面养了20年的女儿，我怎么从没听说过？他从小身体就弱，大师说的不能养在家里，这才特意送到南边去寄养的。您看看他是不是和老叶长得一模一样？温老太太仔细看了看夜空的脸，原本挑剔的神色缓和下来。的确是你们2口子才能生出来的女儿，倒是比宝珠漂亮多了，挺好的。叶宝珠在一旁白了脸色，只垂着头不说话。快别说了，宝珠也是您看着长大的，每年的生日礼物您可从来没缺过她的。那是因为我以为她会是我的宝贝孙媳妇儿，谁知道对她好了20年。如今我们阿灿一出事，她就不想嫁了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什么叫宝珠不想嫁？一声中气十足的呵斥从门外传来，叶老夫人在佣人搀扶下走进来。这难道不是咱们家2个死老头子做的约定？说什么一定要定我家排行第3的孙女？你要怪他们去，可怪不到我们出生就是老4的猪猪身上。话是这么说，但这丫头在外面待了20几年，你们也不了解她的脾气性情吧？我家的孩子还能有不好的吗？小张，2个老人你来我往，谁也不让谁。直到叶夫人察觉不对，转头看了眼夜空，你这孩子直勾勾盯着人家干什么？怎么这孩子人都不喊一声，性子也太腼腆了吧？直到这时，叶夫人才惊觉，从见面到现在为止，好像真的还从未听见过夜空的声音。叶家婆媳俩的脸色一时都不太好看。叶宝珠见状急急道：“姐姐就是性子有些内向，不喜欢说话罢了。”正在气氛要变得僵冷时，突然有人说话了：“奶奶，我想和叶三小姐单独说话。”好，去吧，难得你开口。认识10多年了，也没见阿灿对宝珠有半点兴趣，倒是叶家这个老三一回来他就另眼相看了。看来我孙子还是随我看脸。叶宝珠脸色顿时扭曲，眼神满含嫉妒和不甘。夜空推着温灿的轮椅向外走去。从花河县孤儿院院长收养的孩子，摇身一变成了豫州夜市的千金。夜空小姐，可以告诉我你们在玩什么把戏吗？从4肢健全、跑步遛狗的邻居哥哥，变成双腿残废的豪门大少爷，你也只用了1夜的时间。相信我，温先生，我的惊讶不比你少。这是夜空来到怀川后第一次开口说话，他看着温灿，歪了下头。除非你告诉我，昨晚我在花河县看到的那个遛狗的人，是你的双胞胎兄弟。2人彼此对视，不知过去多久，温灿笑了起来。看来我们都有需要隐瞒的秘密。我没有，想要隐藏秘密的是叶家人，不是我。你难道不是叶家人？还在考察中。你考察他们，还是他们考察你？你猜呢？我猜，无论是哪一种，你都需要留在叶家。既然如此，或许我们不用这么针锋相对。夜空小姐，你帮我保守秘密，我帮你留在叶家，如何？你要怎么帮我？很简单，履行那个婚约。我不想嫁给你，我也不想娶你，所以我们只需要彼此配合，做一对貌合神离的未婚夫妻便好。期限1年。成交。你确定只要履行婚约，我就一定可以留在叶家？当然。夜空笑了笑，随后走了进去。男人没急着进去，而是拿出手机拨了个号码。喂，外公吗？咱家隔壁孙院长收养的那个孩子，名叫夜空的，您能给我讲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夜空在自助区吃了一块小蛋糕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讥诮的笑。宝珠，这就是你那个养在乡下的三姐啊，和你们叶家的格调也差太多了吧？别这么说，我姐姐只是刚回家不习惯而已。你们谁敢欺负她，我跟你们算账。我们是那种人吗？看，我们说这么多，她也不回头打个招呼，这么没礼貌。人家第一次进上流社会，没看过刘姥姥进大观园啊，就是那样的，你理解一下。虽然温灿残废了，但我真没想到他居然要跟这么个人订婚。夜空正打算拿一块椰奶糕，却突然被另一只手挡住。叶三小姐，我们在跟你说话呢，你连个头都不回，是不是太没教养了？夜空停了动作，转过身来。姐姐，你是不是太饿了？要不我让管家再吩咐几道热菜给你。你在乡下都吃不饱吗？你以前过的都是些什么日子啊？见过猪饱吗？吃过牛排吗？
若薇，不许取笑我姐姐，她可是我亲姐。是啊，夜空是吧？我是你表哥，刚听你妈妈说你回来之后，至今都没说过话，是不是生病了？还是你该不会说话吧？这个猜测顿时引起一片哗然。不会吧，叶宝珠，你也没说过你这姐姐是哑巴？不是，她不是哑巴，应该不是吧？就是胆子小。胆子小到至今都一个字没说，那她岂不是也没叫叶奶奶和叶阿姨，连妈妈都没叫吗？太离谱了，还不如不接回来。你们别说了，叶空是我亲姐姐，是我爸妈的亲女儿，和我在叶家的地位是同等的。你们再这么取笑她，就是在取笑我，取笑叶家。好，我们不说了不就得了？姐姐，我可以知道你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吗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你如果一直不说话，也不叫人的话，妈妈和奶奶，还有马上就要回来的爸爸、哥哥姐姐都会很担心的。如果你是害怕的话，可以先跟我们练习一下。我叫叶宝珠，是你妹妹，奶奶和妈妈都喜欢叫我猪猪，你也可以叫我猪猪。姐姐，你难道真的说不了话吗？夜空慢悠悠转头，对上他的视线，轻声唤道：“猪猪。”一把甜蜜的让人想捧心的嗓音，清清脆脆，让围观者都短暂的怔了一下，而叶宝珠更是整个愣住，愣了2秒后才扬起笑脸。姐姐，你说你见过你亲妈吗？我见过，她跑来找我下跪，让我不要把你赶出叶家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她得了艾滋，需要医疗费，她怕你离开叶家，她就没钱治病了。猪猪，你有给过她钱吗？一片死寂。什么？她在说什么？是我听错了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是不是疯了？就算再嫉妒不平，也不能这么说自己亲妹妹吧？再这么下去，你信不信叶家没人认你？原来是嫉妒，他脑子有问题吧？我都没听懂，哥这边故事呢？夜空对所有声音充耳不闻，看向还石像般僵硬着的叶宝珠。猪猪，宝珠，真是个好名字啊！你知道你亲爹姓什么吗？要我告诉你吗？叶宝珠终于站立起来，就像在一场噩梦里惊醒，浑身都应激般开始发抖。你给我适可而止！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打我？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对我动手？叶家轮得到你来说认不认我？长得这么丑，我怀疑你也不是亲生的，不如你也先去做个亲子鉴定，刚好和你表妹一起。猪猪，你说呢？叶宝珠抱着头尖叫起来。怎么了？这是在闹什么？连周你的脸！先别管我了，看看猪猪吧。你们刚接回来的3表妹说猪猪不是叶家的孩子。叶夫人瞳孔一缩，她在胡说吧？没说完的话陡然淹没在夜空漆黑的眼瞳里。夜空凝视着叶夫人，还带着股残忍的审视。她在胡说八道。代替她说完这句话的是叶老太太。小空，我知道你对猪猪有意见，但这不是猪猪的错。要不是猪猪3岁那年救了老婆子我，你今天恐怕是见不到奶奶了。叶家对你有亏欠，我们这些长辈自会补偿你，可这不代表你能仗着这一点随便欺负你妹妹。若养你的人家没教过你这些规矩，那我从今天开始教你也无妨。这一番话可谓是振聋发聩，整个宴会厅所有人都听见了。原本因为夜空引起的闲言碎语顿时又转了风向。叶家居然还有这种往事，难怪老太太对宝珠那么宠。是我也宠啊，不一直都说叶宝珠是叶家的福星吗？但这个鲜奶的3小姐刚才说的那些也不像是编的，毕竟刚从乡下回来，看到叶宝珠的待遇会心理扭曲也正常。妈，您别这么说小空，她刚回家呢。正是因为刚回来才更要懂得规矩。你回来这么久，可有叫过我一声奶奶？连最基本的礼貌都不懂吗？夜空站在那里，抬起眼皮，轻飘飘地张开嘴皮。奶奶，你养过我1天吗？就想跟我摆长辈的谱？孤儿院长被我砸成脑震荡，我才肯叫他一声爷爷。要不老太太你也让我砸一次，我就叫你一声奶奶，如何？死寂。整个宴会厅这一瞬间陷入了静止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奶奶？谁奶奶？你奶奶？我和你又没有血缘关系，怎么会有同一个奶奶？少跟我套近乎！嗨！老人喘不上气的捂着胸口软倒下去。快叫医生！拿药！张妈，速效救心丸。夜空，你快别说话了，快叫人啊！叶总还没回来吗？现场拿药的拿药，抬人的抬人，尖叫的尖叫，狂奔的狂奔，宴会厅一时鸡飞狗跳。做梦都没想到今晚能看这么大个热闹。叶家这个新的3小姐不会是个疯子吧？好可怕的一张嘴，好可怕的一颗脑袋，怎么想的才能在这种场合说这些话？我以后可要离他远点。他真的能留在叶家而不是被赶走吗？但他一直坚持说叶宝珠不是叶家亲女儿，不知道为什么
看着他的脸，我就觉得他说的话可信度很大。叶家是不是要变天了？阿灿，阿灿，你未婚妻好可怕，咱们这婚约要不就这么算了？阿灿，温灿还在想方才那通电话。叶空，你是说11啊？你怎么想起来要问他了？11，他的小名吗？为什么是数字？他是老孙那孤儿院里收养的第11个孩子，所以叫11。您跟我说说他吧。是，其实我对他了解也不多哎。你还没说，怎么突然想起来问他了？以前我跟你提过几次，你一点兴趣都没有的。碰巧遇上，突然心生好奇。那也难怪，虽然我仅有的了解都来自老孙嘴里，可哪怕只是只言片语，也足以让人知道，乃是个很特别的孩子。怎么说？性格特别，天赋也特别。老孙曾说过他学什么会什么，并且性格极为执拗，从小就是个刺儿头。他嘴特别毒，而且说话不分场合，不在乎的不得罪人。据说8岁大就凭着一张嘴把大人给骂哭过。不过老孙特别喜欢他。我看得出来，整个孤儿院他最喜欢也最担心的孩子就是11了。所以我觉得吧，老孙虽然说了他那么多缺点，但这孩子肯定还是个特别讨人喜欢的孩子。讨人喜欢吗？看起来倒不像是讨人喜欢，反而是惹全世界讨厌。不过具有这样特质的人，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来做我的未婚妻，简直是天降甘霖，再也没有比这更恰到好处的事了。奶奶，我觉得这个未婚妻很好，我很喜欢。被当成哑巴的真千金一开口便暴击所有人，假千金被吓到尖叫，坏奶奶被气晕过去，而轮椅上的温家大少爷却笑了。奶奶，我觉得这个未婚妻很好，我很喜欢。卧室里，叶奶奶躺在床上，脸色极为难看。方思婉，我不管你是在怀川令给他买个房子也好，还是把他送出国去上学也好，我不想在叶家再看见他。方思婉正是叶夫人的名字，她正想开口说什么，老太太却狠狠瞪着她。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？10几年前猪把嗓子都哭哑了，才把老太婆的命救回来，你又想让你另一个女儿把老太婆给收走？妈，您这是什么话？我会好好跟小空聊聊的。您聊什么？有什么好聊的？我看他反正也不想认我这个奶奶，也不想认你这个妈。你一直沉默的夜空突然抬起头，我可没说不认我妈，我只是不认你罢了。毕竟我妈还没亲口说过叶宝珠才是她亲女儿呢。众人的目瞪口呆中，夜空上前一步，盯着叶夫人。怎么样？你也要学那个老婆婆，说叶宝珠才是你的亲女儿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我的确应该承认，是我来错地方了。叶夫人愣住了，叶宝珠也僵住了。小空，你不要对猪猪敌意这么大，我们毕竟养了它20年，就算没有血。方思婉，妈妈。老太太和叶宝珠的喊声同时响起，截断了叶夫人没说完的话。可在场的人已经听到了，都忍不住露出了震惊脸。赶走，给我把她赶走！她既不认我这个奶奶，那我叶家也不必认她这个孙女。给我把她赶出去！混乱中，有人推门而入，男人大步走到床边，查看老人的情况。爸爸，都挤在这里干什么？不知道老太太需要休息吗？那些旁支亲戚讪讪走出了房间，只留下几个直系亲属。我是惹不起你这个新女儿的。我告诉你，叶海川，这个家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从此以后，我的小孙女只有宝珠一个。你要是敢让她留在叶家，就等着给你妈收尸吧。他说完便闭上了眼，一副拒绝交流的样子。妈，你好好休息。男人说完，转身看了眼叶宝珠，又扫了众人一眼，说道：“去隔壁。”叶氏集团董事长、现任家主叶海川抬头看向众人。海川，小空才刚回家，不懂规矩也是正常的。他不是故意要亲吗？咦，他明明就是故意的，而且他对宝珠的敌意那么大。你头上怎么了？还不是表妹干的。不是我说啊，姨父，叶空真的太过分了。他……行了，你出去吧。我们叶家的事儿，你一个姓方的搁着掺和什么？表哥抽了抽嘴角，不得不离开了。叶海川对叶空招了招手，过来。叶空慢慢走了过去，叫叶空。叶空点了点头。谁给你起的名字？为什么叫这个？叶是叶子的叶，因为我被放在孤儿院门口的落叶堆里，所以院长给我起了叶姓。空是天空的空，爷爷希望我能成为天空一样广阔而宽容的人。好名字，那我以后叫你空空还是小空？你可以叫我11。这又是为什么？我是孤儿院收养的第11个孩子，大家都叫我11。你现在不是孤儿了，就算按照顺序，你也是叶家的小三儿。南青，那还是空空吧，挺可爱的，很像在喊孙悟空。我看你闹事的能力也和孙悟空差不多。我必须告诉你，叶空，你奶奶非常喜欢叶宝珠，
而且她年纪大了，受不得刺激，所以哪怕看在你奶奶的份上，我们也绝不会轻易把宝珠赶出叶家。我也必须告诉你，我非常讨厌叶宝珠，还有那个老奶奶。如果叫我和他们之间，你选择他们，那这个爸妈我不认也罢。你以为我很稀罕叶家吗？叶夫人目瞪口呆。叶海川看了叶空片刻，突然笑起来。不要把这种选择说得这么轻易啊，孩子，你口中的老奶奶是我的母亲叶宝珠，即便和我没有血缘关系，也算我和你妈妈的养女，20年相处，就是宠物都有情分了，更别说是人。你想要我们在你们之间无条件选择你而抛弃他们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虽然不稀罕叶家，但既然选择来了，就说明叶家一定有你想要的东西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自己来拿呢？你妈妈是很爱你的，这一点不要怀疑。我说大哥，老太太都把话说的那么严重了，你还打算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？这是你二叔，认识一下。可别，老太太都当不了这丫头的奶奶，我更不敢当她的二叔了。你说的是，你长得就不像跟我有血缘关系。叶二叔立刻恼羞成怒，他老婆冷笑一声：大哥，不是我们对这孩子有意见，是他的规矩真的没学好，今天就把老太太气晕过去2次，等老爷子知道了还不定怎么发脾气呢。而且我看你刚才说的那意思，这就要把宝珠当养女了。瞧瞧，如珠如玉宠了20年的孩子，这一知道没有血缘关系，立马就要撇开了。这要不是有个老太太心疼，只怕我们珠珠现在就已经不是叶家人了。弟妹，你说什么呢？珠珠，你可别多想，无论如何，你都还是……叶夫人正准备朝叶宝珠走过去，却又在半路僵住，眼神下意识飘向夜空，说的话也被噎住没了下文。我可什么都没说。看看，大哥大嫂，不管你们如何，老太太可是发了话的，这个家里有她就没有夜空，有夜空就没有她。你们若是真的想看着老太太一大把年纪还离家出走，就尽管把这孩子留下，再等着老爷子找你们麻烦吧。要我说，还是先把夜空送走吧，等过个3、5年，学好规矩再回来也不迟，到时候老太太也消气了。既然叶家有这个打算，那正好。门外突然传来男人清冷的嗓音，几个叶家人惊讶回头，就见温少爷正坐在轮椅上，对着叶海川露出淡淡的笑。不如让我把我的未婚妻带回温家，不知叶叔意下如何？老太婆逼着家人赶走真千金，叶家人正吵得不可开交之时，温家大少爷却要把真千金，也就是他的未婚妻带回温家。你的未婚妻谁？当然是叶三小姐叶空。你承认这桩婚约了？从来都没有否认过。不对吧？如果没记错，从你成年起，2家就时提起这桩婚约。温大少爷，你可是每次都充耳不闻的，我还以为这婚约要就此作罢了。叶叔，有些话我不想说的太直白。叶宝珠耻辱到身体都开始发抖，却也不敢在温灿面前随意开口。叶海川看向叶二叔，你看呢？那怎么行？就算2家有婚约，我们叶家的女儿也不能这么轻率的住到温家去，这不是让人看不起吗？叶二叔眼神在2人间转了一圈，脸上也多了笑容。叶空刚回叶家，当然要住在家里才行，老太太那里还是由大哥去说吧。叶海川嘴角勾了一下，转而看向温灿道：你听到了？哎，好吧，之后的时间我们多多相处吧。豫州我还算熟悉，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，可以找我给你当导游。叶空瞧了眼他的腿，你确定你这个样子可以吗？这次就连叶海川也忍不住看了他一眼。这孩子是真的不分敌我的张口开枪啊！这么下去，叶家会不会因为他变成豫州上流社会的公敌？好在温灿并不介意他的冒犯，甚至还笑了一下，随后离开。好了，今天这场宴会也算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空空，你回房休息吧，等把客人都送走了，再出来见你的哥哥姐姐。宴会结束，豫州一个神秘的内部论坛开始热闹起来。论坛名叫黄金城，是豫州顶级世家子弟的秘密乐园。听说叶家新来的老三是个疯子，叶宝珠到底是不是叶家亲女儿？今晚的大瓜你们信谁？叶宝珠还是叶空？谁去约一下新的叶老三？我后妈马上回国，很想借用一下他的勇气。叶宝珠出来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叶空说话你一句都不回答？不会真有个的艾滋的亲妈吧？什么情况？AT 叶空进来了吗？你以后打算怎么做？要把叶宝珠赶出家门吗？IT 叶宝珠别亏屏，滚出来解释！我可不想跟一个假货做姐妹。叮叮叮的声音不断响起，叶宝珠缩在被窝里，将手机狠狠砸了出去。他怎么敢这么做？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家里，面对根本不站在他那一边的家人，他难道一点都不会害怕，不会委屈吗？他怎么还敢违逆奶奶，违逆所有人的意志？他怎么就敢在所有人面前说出那些话？他不是该畏畏缩缩，夹着尾巴做人吗？明明刚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说的。叶宝珠哭得泣不成声，正在崩溃间，突然有人轻轻敲了他的房门。小姐，老太太醒了，让您去陪她。叶宝珠猛地惊醒过来，
好，我马上就去。只要有奶奶在，叶家就绝不会赶我走。第二天一早，叶空正准备下楼，便听到佣人特意对他说：“昨晚叶老夫人特意吩咐让宝珠小姐陪着她睡觉。宝珠小姐可以说是老太太一手带大的，情分就连大小姐和二少爷都比不上了。想来以后的日子也都离不开她。”叶空脚步一顿：“你们叶家的佣人话都这么多吗？一大早就倒人胃口。”佣人脸上的表情顿时僵住了。是你运气不好，碰上了话最多的那一个，是吧，卢阿姨？叶空闻声向下看去，叶家二少爷也是当今娱乐圈顶流演员叶真。他除了作品，最具有存在感的就是他和童小雨在长达5年里分分合合的恋情。没有记错的话，在来狱中之前，我好像还曾在热搜上看到过他的名字。那个词条应该是真与 CP 再度分手。叶空漫步下楼，只有你一个人。因为你造成的闹剧，昨晚大家要么是累得不行，要么是酒喝得太多，估计要等一会儿了。你倒是睡得挺好，先来叫声哥哥听听。你先叫声妹妹听听。这么肉麻，我对叶宝珠都是直呼姓名，凭什么叫你要这么亲热？楼上传来脚步声，叶空余光望见几个人影，大概因为我是亲生的，而叶宝珠是个假货。叶真愣住了。楼梯上，叶宝珠眼眶通红，转头就跑了。叶老太太急急喊了声猪猪，甚至还想自己追上去，却被扶着她的另一个人给拉住了。奶奶，您多大年纪了，还想在楼梯上追人？哎呀，真是要气死我啊！你这个讨债鬼，怎么还赖在叶家不走？一口一个假货的叫谁？我说谁是假货才是假货，谁是宝贝才是宝贝。我要你现在就从叶家滚出！奶奶，您别太激动了，小心又发病。没说完的话被强行阻断，管家匆匆上前将老太太扶回楼上，那人才慢慢走下来。叶空，我是叶空，我叫叶庭初，是你的姐姐。姐姐？什么意思？只叫姐姐不叫哥哥，双标是吧？你考虑过老人家怒急攻心之下，有可能会从楼上摔下来吗？没有。那你以后最好想一下。叶庭初没有继续追问，只留下这么一句话。半小时后，一众叶家人聚齐。本来还做了老太太最喜欢的餐包，谁知道是白做。我说有人一大早就把老人家气得躺下了，怎么还能高高兴兴吃饭？早餐不是让人端进去了吗？还有宝珠陪着他呢，妈也没怎么样。哦，亲孙女回来第2天就被气得不想上餐桌，这还叫没怎么样？还好意思提宝珠呢？宝珠多可怜啊！在昨天之前，她在叶家多宝贝，这亲女儿刚回来，就立马把宝珠的位子给她了。宝珠呢，餐桌都上不得，还得帮你们安抚被亲女儿气倒的老太太。不是我说啊，大嫂，你们做父母不能这么偏心的。二婶，是早餐没做好吗？您还有空跟我妈聊天？真千金见人就对，被传是个疯子。对保姆说：“你们叶家的佣人话都这么多吗？一大早就倒人胃口。”对着贾千金说：“大概因为我是亲生的，而你是个假货。”怎么，我在家是不能说话了是吧？评出你平时挺拎得清的一个人，怎么你也站着叶空那边啊？血缘关系就这么重要？宝珠这么多年跟在你们姐弟俩屁股后面哥哥姐姐的叫了多少年，你们就这么冷血？二婶，我爸还没说话呢，轮得到你来教训我姐吗？叶真，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来了个亲妹妹，都被传染了不懂礼貌的毛病是吧？你这是什么话？公公才回家第2天，你们夫妻俩就各种看他不顺眼，这谁能看得顺眼啊？刚回来就大闹天宫，真当自己是孙悟空了是吧？那是空空想的吗？还不是弟妹你在妈那儿出的馊主意，让我们隐瞒真相，对外声称2个都是亲女儿，要不然我们早在空空回来之前就跟大家解释明白了，哪里还会闹出这种事？你还好意思说？养了20年的女儿说不要就不要了，还有理了？什么叫不要了？养女不也是女儿吗？养女我们也一样宝贝啊。那怎么能一样？亲女变养女，你这是把宝珠的脸放在地上踩。哎，弟妹你这话。叶空拍了下手，打断了他们的争吵。他抬头看着斜对面的叶二婶，原来是你的主意呀。叶二婶看到他的眼睛，突然就打个激灵，把想说的话全忘了。叶宝珠此刻正走了过来，客厅里的座机也突然响起来。三小姐是找你的。是谁？说是温灿温少爷。他有什么事？问您想不想出去玩，他给你当导游和司机。叶空还没回复，叶宝珠的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。他接起电话，叶空问他今天有约了，应该没空来参加聚会。叶空转头看向他，叶妈妈轻声问是谁？叶宝珠捂住手机，小声说是若薇他们说开了一场正式的见面会，想认识一下空空，我帮你拒绝，你放心和温灿去玩吧。说完，他手机里传出喊声：什么？温灿约了那个乡巴佬？不行，不许他去！叶宝珠，你必须把那乡巴佬给我带过来，否则你就别想再参加我们的聚会了。
叶宝珠举着被挂断的手机，一张脸惨白至极。杜家这女儿也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这么跟你说话？还一口一个乡巴佬的喊空空，咱们不去就不去，谁稀罕？为什么不去？叶空打断他。叶妈妈惊讶的回头，空空，他都这么说你了，你还要给他面子？正因为他都这么说我了，我不得狠狠扇他几巴掌啊！告诉温少爷，我今天要去参加一场见面会，没空见他。温少爷问地址在哪里，他陪你一起去。叶宝珠默默报上了地址。饭后，叶空在花园里散步，碰上了叶庭初和叶真。叶庭初对他招了招手，里面有500万，拿去当零花，之后每个月我都会给你打30万的基础生活费。你刚回叶家，应该还不知道，咱们这种人家虽然不缺钱，却也不许孩子当米虫，你得自己去赚钱，不管是要创业还是干别的，如果需要启动资金可以找我。那叶宝珠呢？她也在自己赚钱吗？她大学还没毕业，所以没有硬性规定。哦，这么说来，你也才20岁，还在上学，暂时也不强求工作。待会儿去参加聚会，有不懂的也可以问宝珠。叶空一言不发。如果在外面惹了麻烦，也可以找宝珠帮忙。叶空还是一言不发。看来你真的很讨厌叶宝珠。我不该讨厌她吗？无论该不该，我都建议你不要讨厌她。有奶奶在，你就不可能把她从叶家赶走。何况妈妈真真切切的疼爱她20年，也不可能赶走她。所以呢？所以你讨厌她也没用啊，只会让自己憋屈。可我不觉得憋屈，这世上没有人能让我憋屈，不管是我喜欢的，还是我讨厌的，还是你们觉得有我在的叶家，叶宝珠还能待得快活不成？放心嘛，真正憋屈的人怎么看都不会是我。拜拜。叶空说完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温灿的车到了庄园门口，叶空和叶宝珠同时上了车，带到宾利室出去。叶二婶才轻哼一声：“你这亲女儿不愧是在乡野长大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高明招数，这么轻易就做到了咱们宝珠10年都没做到的事。果然，豪门养大的千金和不知羞耻的野丫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。”你说什么呢？我哪句话说错了吗？争吵刚要开始，前方的宾利突然又后退着停到了原点，后车窗里露出叶空的侧脸，他盯着骤然收声的叶二婶，眼神冷漠而挑剔的从上到下仔细打量了一遍。你看什么？看稀奇啊！原来豪门养大的媳妇比我在乡野见到的碎嘴大妈还没素质，多稀奇啊！你说什么？二叔，是你结婚的时候叶家太穷了，娶不到上等货色，才随便选了个女人吗？和我爸的老婆比起来也差太多了，真可怜啊！说罢，宾利再一次从他们眼前开走。真千金被人数落是不知羞耻的乡下野丫头，下一秒她就回怼：“亏你还是豪门养大的媳妇，怎么比我在乡野见到的碎嘴大妈还没素质？真是稀奇啊！”对完了，真千金坐上车扬长而去。三人很快到了聚会地点，叶空推着温灿慢慢走入大厅室，原本还热闹无比的空间，很快就陷入了绝对的安静。卧槽，温灿他居然真的来了！你平常根本就不参与这些聚会吗？我可是很忙的未婚妻，希望你可以尽快加深对我的了解，这样你就会知道，拜见了我这样的未婚夫，对你来说是一件多么荣幸的事。叶空笑了一下，用力一推轮椅，然后撒手，轮椅向前猛冲。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瞪视中，温灿啪一声按住了桌面来了个急刹车，这才避免了车翻人飞的惨剧。一个美女第一个起身，担忧道：“腿没事吧？”叶空把轮椅重新拉回手中，表达一下我的荣幸，你应该没有意见吧？你还真是满身是刺啊，扎起人来还不分敌我。我只是很烦装逼的人。下一秒，他抬高音量，看着前方的美女：“谢谢你的关心，不过有我在，就不用这位小姐帮忙了。”叶小姐倒是占有欲很强。你说的没错，还好我听说豫州市里从来没有女人喜欢过我的未婚夫，这一点让我很满意。哈哈，看来这位新来的叶小姐倒是比宝珠有趣多了。从进来开始就一直被无视的叶宝珠掐了掐手指，抬头露出笑脸。青州又在那，我开涮了。他上前挽住前面美女的胳膊，亲昵道：“冉秋杰，我可想你了。昨晚我家宴会你也没去，今天怎么被秦叔叔放出来了？”一直沉着脸的杜若薇此时才终于开口。冉秋昨天还在住院呢，昨晚那个又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宴会，有什么好去的？不过你居然还敢提昨晚的宴会啊？说说呗，土包子，你这样的人不会真的是叶家的甄小姐吧？好了好了，若薇少说两句。温灿头一次参加你举办的聚会，你这个主人怎么一声都不招呼，反倒找起宝珠的茬了？就是，冉秋姐，你快说说若薇，不知道还以为这么多年和我一起长大的人不是她呢。温少爷这样的大忙人居然会屈尊来参加我的聚会，还真是破天荒头一回，我这酒庄都蓬荜生辉了。若薇听到秦冉秋略带责备的语气，杜若薇才冷哼一声，把头别开了。
今天的主题是品酒和演奏，你不会也没关系，当个观众就好了，他们不会为难你的。姐姐，这就是豫州的上流社会，你觉得你能适应得了吗？叶空没理他，默默看着对面，杜若薇正在和一个男人打闹。对那个男人感兴趣吗？他叫李殷，是李家的独生子，和杜若薇青梅竹马，两人一直都是欢喜冤家。虽然表面上是风流浪子，但也有不少人都觉得他喜欢杜若薇。我劝你还是打消念头，如果我们能合作愉快，我可以给你介绍比他优质100倍的男人。叶空只是盯着对面一地被浪费的水果发呆。品酒会结束，秦冉秋笑了一下。好了好了，喝的差不多了。新州，你们准备的曲子呢？该拿出来让我们见识一下了吧？林新洲家里的富裕程度比不上其他人，但他爸是副市长，不出意外的话还会是下一任市长，所以在一众二代里地位很高。不过他本人倒是对政治没有兴趣，他喜欢音乐，喜欢写曲子搞乐团，算是个好人。姐姐，我去就回。叶宝珠走向了林新洲，他也是林新洲演奏团的一员，负责钢琴部分，听说还挺厉害的。温灿，方便借一步说话吗？叶空放心，不抢你的未婚夫，只是有点工作上的事想交流一下。叶空耸了耸肩，看着秦冉秋推着温灿的轮椅走出去了。真的要和他订婚？这个叶小姐真的是亲女儿吗？叶海川真的能忍受自家出现这种乌龙？能不能忍受都是已经是事实了。况且比起抱错孩子这种乌龙，这圈子里更荒谬的事还有一大堆呢。你真的打算动手了？你爷爷看着还算身体健康，只怕你的行动不会那么顺利，所以我才需要叶空。真是可怜啊，这位新来的叶小姐刚进入陌生的圈子，只怕还把你当做依靠呢。瞧她刚才看我的眼神，分明是真的把你当未婚夫了，结果你却在背后利用人家。温灿选择保持沉默。你一定要好好处理和叶小姐之间的关系。无论如何，她现在毕竟是叶海川的女儿，头上还有叶庭初这个姐姐在。你要是把她骗得太深了，只怕以后不好甩开。温灿继续沉默。还有你的腿，到底伤得怎么样？之前车祸的消息传来，可吓死我和江旭了。放心吧，在该站起来的时候，她自然会好的。两人聊完工作，秦冉秋推着温灿返回，正撞上叶空被围攻的画面。第一次参加我的聚会，叶小姐你觉得怎么样啊？还有刚才这首曲子，你能点评一下吗？这可是新洲自己写的哦，好听。就这样，不然呢？你好敷衍啊，是对我不满意吗？还是觉得新洲的曲子不过如此？没有的，那就是你不会点评咯。我听说你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而且还是在乡下地方，你认识那些乐器吗？认识几样啊？钢琴你应该认识吧？就是你妹妹宝珠蛋的那个。你为什么不说话啊？心里不舒服了？我听说你才是叶家真正的小姐，可怎么昨天叶奶奶好像并不承认啊？难道叶奶奶并不喜欢你这个金孙女？你也怪可怜的，叶奶奶在叶家地位很高，如果连她都讨厌你，你恐怕很快就会被赶走了。我说，你要不也加入我们演奏团吧？不会乐器也没关系哦，可以拿三角铁。三角铁你知道是什么吧？不知道待会儿给你解释。杜若薇好似很兴奋地站直了身体，对着叶空道：“我杜若薇呢，在这个圈子还是有一点地位的。不管是来参加我的聚会，还是加入新洲的演奏团，都可以成为你留在叶家的砝码哦。你说是不是？”魏婴、李殷漫不经心地抬眼：“是，陆大小姐可是公主，你哪怕是成为公主殿下的女佣，也会在这个圈子获得无上的地位哦。”他说的太夸张了，但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你考虑一下。叶空两眼放空，一言不发。安静中，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有些微妙。杜若薇更是渐渐僵硬了脸色。李殷微微皱眉：“第一次来参加别人的聚会，怎么连主人的问话都不回答？这么没教养吗？”不是你的公主求我来的吗？舔狗先生。温千金参加豪门聚会被嘲笑，没想到一句话直接噎死嘲笑他的人，更没想到他在演奏现场的随意发挥，震惊了所有人。一片石化中，叶空看向叶宝珠：“来，你把接到的那个电话内容重复一遍，是不是你们的公主殿下威胁你，硬要我来的？怎么我来了之后你们就不认了？原来这就是豫州的上流社会吗？早说是给公主殿下办舔狗聚会啊！那就算你们把叶宝珠踢出豫州，我也懒得来参加。”李殷额角青筋直蹦：“你说谁是舔狗？当然是你啊，公主殿下的忠诚的狗。”哦，还有，让我举三角铁。叶空笑了一下，转身大步朝钢琴走去。怎么，这土包子还会钢琴？没听说过。叶空停在了钢琴面前，转头扫视全场的其他乐器。怎么不动了？打算弹个小星星给我们来点震慑？李殷阴沉着脸笑了一下。乡巴佬，不来点厉害的让我们大开眼界，你就得为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向我下跪磕头了。
你可真爱自说自话。你知道他要干嘛吗？不知道，但我很期待。夜空在所有乐器面前逛了一圈，最后拿起了一把唢呐。呵，哈哈哈哈哈！不是吧，唢呐，他把我们这当什么地方了？这唢呐怎么混进来的？就跟他混入我们圈子一样违和啊！不愧是土包子，他不会是想吹一曲把我们送走吧？夜空深吸一口气，吹出了第一个音符。少爷小姐们一脸嫌恶地捂住了耳朵，直到10秒后，有人突然坐直身体。20秒后，刚刚演奏过的几个人突然变了脸色。1分钟后，旋律来到了如冲锋一样的高潮部分。夜空放下唢呐，转头看向众人，所有人都睁大了眼，说不出一句话。夜空刚才吹的正是2代演奏团刚刚演奏的新曲子，夜空只用一把唢呐，便毫无疑问地碾压了他们整个演奏团。有人终于忍不住喃喃出声：“喂，林新洲，你是不是悄悄给他看谱了？”我今天才第一次见到这位叶小姐。林新洲两眼直勾勾盯着夜空，大步朝他走去。你才听了一遍就会了？这很难吗？你怎么想到用唢呐吹的？是只会唢呐，还是别的原因？唢呐合适，听说是你写的，曲子很不错。是吗？我也觉得很不错，我还觉得你也很不错。林新洲的眼睛简直要闪闪发光起来。我现在邀请你加入我的演奏团，无论你主玩什么乐器，我都让你当首席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。没有半秒钟的犹豫，夜空拒绝了他。为什么不愿意？看你天赋这么高，不玩乐团多可惜呀！我以后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来写曲子，除此之外，我还可以当你的好朋友，随叫随到的那种。你跟谁有矛盾，我都站在你这边。夜空，空空，小空空，我求你了，加入我的乐团吧！就算你只玩唢呐，我也可以配合你。林新洲语气越来越激动，最后险些抓着夜空的袖子给他跪下来。夜空满脸黑线的看着这个据说在圈内很有地位的女生。其实唢呐就是我带来的，因为我也觉得这首曲子和唢呐很配，但可惜我对唢呐并不擅长。你看看我们多有默契。我拒绝。夜空走到李英面前，你刚才说我不来个厉害的，竟然向你磕头认错，现在你觉得我的唢呐够厉害吗？李英脸色阴沉到可怖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我如果敢在这时说夜空的表现不行，那第一个冲我的人肯定是林新洲，甚至就算没有林新洲在场所有人也都是有耳朵的。我敢说一句你不行，明天我输不起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圈子。可要我承认夜空很厉害，我打死都说不出口。逐渐微妙的气氛里，杜若薇开口：“我说，新人，你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？连在叶家的地位都还没争个明白，就跑来我的聚会上撒泼，你真的不想在豫州混了？”夜空突然笑了起来。恭喜舔狗先生，看来你的舔狗生涯也不算白费，能得到公主殿下的一次维护，你应该又能努力舔10年了。你个土包子，别太过分了！从进来开始我就想说了，你们一口一个土包子，乡巴佬的叫我的未婚妻，是不是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？怎么，温少爷这是真把这个土包？话音未落，杜若薇就在温灿看来的眼眸里住了嘴，那是一个非常冷的眼神，仿佛只要他再说一个字，他就会弄死他一样夸张的冷。就算叶家还没有给他唯一的身份，他也是我温灿认定的唯一的未婚妻。还是说你们觉得叶家的大小姐比不上我温家的准夫人来的尊贵？他看向众人，无人敢与他对视。温灿又看向夜空，走吧，以后这样无聊的聚会就别再来了。看着2人身影逐渐消失，才终于有人喃喃出声：“不会吧，温灿真的看上这个土夜空了？”所有人都沉浸在不可置信的恍惚中，只有林新洲生无可恋的呢喃：“为什么不加入我的演奏团？我可以给你当奴隶的。你在音乐上还挺有天赋。我在哪方面都很有天赋。说说看，除了音乐，你还擅长什么？懒得数，太麻烦了。你今天给我介绍了一圈人，还剩一个没有介绍呢。那个推着你出去的女人，看着和你关系很好的样子，她是谁？秦冉秋，算我的盟友。她是秦家的女儿，能力很不错，所以破格在集团里担任了重要职位，和我有不少工作上的往来。哪个秦？当然是秦朝的秦，知道南港船王吧？他们是那边的嫡系里分出来的，在豫州也算一流家族。果然是那个秦啊，那还真是个讨厌的姓氏。真千金参加豪门聚会被嘲笑，没想到一句话直接噎死嘲笑他的人，更没想到他在演奏现场的随意发挥，震惊了所有人，更是悄无声息收获迷妹一枚。从聚会出来，温灿和夜空来到一处山庄。接下来具体聊聊我们合作的内容吧。合作期间，我可以随叫随到，在不影响我自己利益的前提下，完成你想要我做的任何事。但与之相应的是，你必须完成和我表面秀恩爱的任务，要让所有人都相信我们是真的，并且一定会结婚。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温家的财产？可我听说温家已经是你在管了。
本来是的，可你也知道，我残废了。温家这种大族，怎么会让一个残废继续当家主呢？但好在我太爷爷留下过遗嘱，只要我结婚，就可以正式继承温家的家主之位，还能得到他的全部股份。这样一来，就算没办法继续掌管整个集团，我也依旧拥有可以轻易动摇温家的实力和地位，拿着巨大的好处还不用干活，岂不是很爽？但这一切都建立在你是个真残废的前提上，你随时都可以站起来，却故意让自己陷入危机，又要跟我这个陌生人合作达成别的条件，这么麻烦，真的只是为了摸鱼吗？不要小看现代人的懒惰啊！我昼夜颠倒的工作太多年了，年纪轻轻就已经满心沧桑，想早点退休也不奇怪吧？我会信你才怪。总之不要坑我就行了。你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叶家？如果我没有提出订婚，你不能确定自己一定能留在叶家。面对你奶奶的排斥和叶宝珠的恶意，你会一直忍耐下去吗？会。宁愿这样也一定要留在叶家的理由是什么？甚至不惜和我这个陌生男人订婚，也一定要确保自己留下来。你想在叶家得到什么？人人都有的东西，我只是想得到我本来就应该的拥有的一切，我一定要得到。你指的应该不是叶家的财产和你叶家千金的身份吧？你说的是父母和兄弟姐妹。温灿脸上突然浮现出一点意味不明的讽刺。你真的以为这些一定是好东西吗？如果昨天我没看错，你爸爸妈妈好像并没有完全站在你这边吧？夜空望着远方，并没有回答。傍晚，夜空回到家，刚走进门，就听见老太太冷冰冰的声音：“既然你们都不听我的，那我这个当奶奶的，继续待在叶家也没什么意思。叶海川，你另外给我找个房子，让我带着宝珠住过去，总好过留在这里被你们的宝贝女儿气死。”啊，就是说给我听的。都怪你到处惹事，我才刚到公司就又被叫回来开会了。开会？开什么会？看了还不明白吗？家庭会议，讨论你的去留。夜空默默掏出手机，飞快地给刚离开的温灿发去了第一条消息。奶奶，您是叶家的主心骨，您怎么能走呢？姐姐不喜欢我，我走就好了。反正我早就长大了，也是时候独立出去了。奶奶不用为我担心的。这怎么行？我们宝珠从小就被如珠如玉的宠着长大，一辈子都该是奶奶的小孙女。他们不管你，他们偏心，没关系，奶奶会加倍疼你的。妈，您说什么呢？我们没有不管宝珠。是啊，你们管了，你们任由宝珠在家里家外都被夜空各种欺负，还要她忍气吞声，你们就是这么管的。我没有被姐姐欺负，奶奶，你不要怪妈妈，妈妈对我已经够好了，我都知道。只是姐姐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，好不容易才回家，她肯定要弥补一二的。您若是怪爸爸妈妈，那就是在怪我，都怪我舍不得您，舍不得爸爸妈妈哥哥姐姐，才死皮赖脸的继续待在家里。他说着，眼泪也开始滴滴答答。夜空怔怔地看着，叶真看向他，怎么吃醋了？如果我真的会吃醋就好了，我就是为此而来的。叶真正要追问，便听见那边的叶海川趁势开口：妈，您就别再生气了，只是多一双筷子的事情，实在不喜欢小空，你就当他不存在。我能当他不存在？别人呢？你没听宝珠说吗？今天才第一次出去跟人聚会，就把多家和李家的孩子一起得罪了，还当众不给宝珠面子。这么下去，不出1个月，我们叶家就要因为他而颜面扫地。我体谅你们刚找回女儿，想多跟她相处的心情，但不管是为了我们家的和睦，还是为了叶家在外的名声，我都不允许她继续留在主宅，叫她去北城上学吧，再抽个管家去教她规矩，什么时候学好了，什么时候回来。谁再有异议，我就当你是希望我这个老太婆从叶家滚出去，那我也不会反对的，我会带着宝珠离开，让你们一家人团团圆圆。客厅里一时鸦雀无声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带着小空搬出去住吧。你什么意思？要让别人都以为是我这个老太婆容不得人，连儿媳都要赶出去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但要我和刚认回来的女儿分开，也是绝不可能的。你在威胁我？那是不是我一辈子不想看到她，你也要一辈子陪着她在外面住？你要干脆跟海川离婚吗？妈，奶奶，这次同时出生的是叶海川和叶婷初。父女俩都同时沉了脸色，老太太似也察觉到不妥，却还是强撑着道：“我哪里说错了？”气氛正在僵持中，管家突然匆匆走了进来：“先生，温少爷来了。”片刻后，温灿被人推着进入客厅。这一次，温灿带来的是一个很大的合作案。叶先生也知道，我最近几年主攻互联网相关产业，在这方面算是小有成就。正好接下来有个大项目快要启动了，缺一个最大合作方，不知道叶家有没有兴趣？他将一个文件袋递到了叶海川手里。
这么大的项目，应该多的是企业求着你合作吧？为什么偏偏选我们？叶先生也不必妄自菲薄。虽然叶家在互联网领域不算深耕，但叶家资本雄厚，而且这不是有叶大小姐在吗？有大小姐在，我相信叶氏未来一定能在互联网占有一席之地的。叶庭初粗粗翻完了资料，抬起头，这么大的蛋糕，你怎么可能自愿分给我们？说条件吧。条件很简单，我要我的未婚妻以叶家三小姐的身份一直待在叶家主宅，或者搬去我家，怎么样？很简单吧？甚至可以说不需要你们付出任何代价。